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其实，在做这个影片之前呢，我已经做好一个影片，说新的统帅什么时候会出现了。但是官方今天都公布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帅怎么样。那其实这个统帅是领袖统帅来的。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远程统帅啊，他是领袖、驻防、进攻。他的名字叫马加什一世。OK，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他的主动技能。首先，他是群体伤害，怒气需求1000点，对圆形范围内最多5个敌方部队造成一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2400，每增加一个敌方部队，每支敌方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15%。若驻防自己的城市，则还为自身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OK， 我们先从主动技能来看一下，它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那其实他身为驻防统帅呢，有进攻是很奇怪的。一般来讲，驻防隔壁呢，可能就是防御或者是技能居多。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我们拥有的驻防统帅都是驻防技能、驻防防御。就连戈尔戈他是终极统帅也是放防御的，而不是进攻。波罗头也是驻防防御，多数都是这样子啊。还有就包括驻防辅助，像这个驻防进攻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虽然它跟技能差不多啦，就是打出伤害的，但是进攻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种类的伤害也好，都可以通用，都可以使用。所以说他这个统帅作为主将，他的通用性会比较高一点。当然也不一定是说他必须要做主将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是驻防自己的城市的话，他就只有一个圆形范围的伤害2400，然后也没有任何的 buff 跟 debuff， 只有驻防自己的城市才会有一个 buff 效果。所以以我们目前主流的驻防统帅来看呢，像戈尔戈他会在接下来3秒内造成的普攻伤害提升，也就是一个 buff， 然后受到的伤害降低20%，就是一个对自身的另外一个 buff。 所以相对来说，拿戈尔戈做主将会比较好。至于波罗头呢，波罗头他会开启一个5秒的抢消护盾，然后吸收大量的伤害，就是伤害减免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如果拿来做主将的话，其实它的效果又没有这么好。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把这位新的驻防统帅作为副将。但是身为驻防统帅有2400的伤害呢，其实已经算是蛮高的数值了。 OK，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技能，攻击力提升15%，防御力提升15%，生命值提升10%，这个算是基础的3维提升。率领3种不同的兵种时造成的反击伤害提升10%。如果你们是真的想要抗围殴的话，其实可以用波罗头搭配这位统帅，因为你们可以放3种不同的兵种以上嘛。多数你们要用混兵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补了。当然如果你用戈尔戈或者是德川家康来做驻防，也是一样可以用这个方式啦。只是如果你们想要把效果发挥到最好的话，你就可以用领袖搭配领袖的统帅来作为一个组合。那像波罗头他的觉醒技能也是所率领3种不同以上的部队时受到的普攻伤害降低20%，也是有这个效果。但是大家也知道，使用混兵都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报告可能不会这么好看啦。所以混兵是可能真的没有的选择，可能没有其他的玩家可以做驻防的时候，你就只能用混兵去做驻防，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兵种装备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用领袖搭配领袖来去做驻防。第3个技能，担任驻防统帅时每次怒气增加至70%。这个有点类似像爱德华还是毒女的技能啊，有点类似，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4秒内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20%。所以它这个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卡在70%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效果啊。严格来讲它是触发啦，要70%的时候才会触发。驻防自己城市时会额外开启一个持续4秒的强效护盾，该护盾能够吸收大量的伤害，伤害系数800，冷却时间5秒。他这里说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呢，其实也就只能针对到骑兵跟工兵，因为现在多数的步兵呢都是用重击伤害了，所以这个技能伤害降低对于步兵的击击来讲是无效的，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围殴的话可能还是可以用到的，因为围殴的队伍里面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技能伤害的统帅啊，所以这个技能是 OK 的，还是可以用的。但他这个技能也是一样，有一个技能是专门针对于驻防自己城市。我感觉官方这一次设计这个统帅出来呢，可能他的主要目的是让玩家去驻防自己
城市可能啦，这个我猜测而已。那接下来第4个技能，驻防自己城市时又一个驻防自己城市的技能了，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5%， 受到基础攻击时自身部队有 15% 的概率再次释放四近威吓，冷却时间15秒。四近威吓这个技能就是他的主动技能哦，但是这个只有驻防自己城市有用诶，如果是担任据点的话就用不到这个技能。最后一个技能，这个是第4技能的加强，它这个冷却时间缩短了，从15秒变成10秒，原本的伤害提升变成 10%， 提升了 5%，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技能特效，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一个圆形范围。那老实说它这个攻击范围是蛮帅的啦，它的特效，但是帅没有用，重要的是它的表现怎么样，对不对？那这边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玩家有没有必要去觉醒这位统帅，因为玩家会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位统帅适不适合野战使用。那首先他是虽然是有进攻的天赋，但是他比较偏向于驻防统帅。其实他的第1个技能跟第2个技能都是可以野外使用的，就算你是用混兵3种兵种也是可以野外使用的。至于他的其他技能呢，多数都是要担任驻防统帅、驻防自己的城市才可以使用，所以基本上他的3、4还有觉醒技能呢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你只能用第1跟第2个技能，就连他再次触发自己的技能，这个效果也是用不了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觉醒技能，这个也是要驻防自己城市的时候才可以用到。所以如果用于野战的话，你就只有伤害2400，攻击防御力提升各 15%， 还有生命值提升 10%。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你只是单纯想要 AOE 的话，是可以野战使用的。但是这位统帅就会变成在野战的时候就没有多少爆发。至于你说他驻防强不强呢？我个人觉得说还行，是根据看你什么需求，因为他这里的数值其实是比波罗头还要稍微高一点点的。波罗头没有生命值提升，并且他的主动技能伤害数值也是比波罗头要更高，波罗头只有1200，它是他的2倍。OK， 那么假设说他的第4技能也就是觉醒技能并不是要驻防自己城市就可以造成一次主动技能的伤害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培养的，用来做驻防据点。但问题就是它的定位是在驻防自己城市就变成说它有一些比较强的技能呢都不是用于在据点了，所以就有一点浪费了。假设说你们是想要扛围殴的话，还是可以使用波罗头这个统帅，他其实可以面对到新工兵集结的攻击因为我们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防御伤害减免还有生命值提升了，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担心说会不会它很脆什么之类的话，其实也不需要担心了。再加上它自己的基础提升，只是它的伤害会比较高而已，它有反击伤害提升，但是只有 1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波罗头，它是直接提升 30%， 当然这个是有概率性的啦，但是你们也看到它这边一定要3种不同兵种以上的时候才会有 10%， 并且它也不像波罗头这样子又有护盾，受到的普攻伤害降低，有3种兵种的时候还有受到普通攻击伤害额外降低 20%， 所以换算下来其实波罗头还是 OK 的，作为驻防还是可以的，只是它的伤害没有像新统帅那么高而已，但它有机会可以再次触发一次伤害啦，30%的概率造成一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1000，所以加起来也是大概2200了。至于波罗头的话，它就是防御力跟攻击力提升 15%， 它没有生命值提升，所以在伤害还有基础的数值，也就是防御、生命、攻击的提升方面呢，新的统帅是胜了波罗头。但是如果说到护盾适配性的话，其实还是波罗头会比较合适。但是我在之前就有说过了，杀破尔一世它有一个技能就可以让对方的护盾无法生效，这一点呢是有克制到波罗头的。那新的统帅它是没有这个护盾效果的嘛，所以它依旧还是可以使用它的伤害，还是可以使用它的3维的，不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统帅在驻防上面呢应该还是有用的，就是驻防据点，但是更多是偏向于在驻防自己城市啦。如果拿来驻防自己城市的话，表现应该还不错吧，这样看下来，而且它是圆形范围 AOE。 那如果是真的说到扛伤害反伤的话，还是用吹银波罗头会比较实际一点，这2个反伤是真的很强。那么这个新的统帅马加什一世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了。至于各位看了这个统帅的技能介绍之后有什么想法呢？有哪些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